给我瞄准了打。中国拳坛又出一员虎将，19岁轻松斩获19战19胜17次 KO 的不败战绩。由于表现过于优异，被拳迷粉丝称为是下一个坦克邱建良，甚至就连强势来袭的香港泰拳王也被他一脚爆头，当场躺尸擂台。天降格斗奇才，让中国功夫有救了。此人就是来自广东湛江的疯狂小黑林强邦。自幼习武的他，13岁就获得了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。之后便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格斗擂台上崭露头角，刚刚成年又轻松豪夺17连胜的耀眼战绩，被称为是中国拳坛的希望。清晰冷静的头脑和犀利恐怖的拳脚，就连坦克邱建良都对他赞叹有加。如今19岁的林强邦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中国勇士。就在他准备步入职业巅峰时期，没想到居然遭到了香港泰拳王的指名挑战。号称香港第一腿的刘伟卓不仅获得过武林大会的冠军，还在泰国伦皮尼赛场上也榜上有名。虽然他在搏击擂台上并没有打过太多比赛，但却对大陆选手的打法战术非常熟悉。更何况他还比林强邦大了足足9岁，因此无论是擂台经验还是打法战术，他都能直接甩小将10条街。然而年轻气盛的林强邦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，完全没有丝毫退缩，发誓一定要在擂台上用拳头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人究竟谁能更胜一筹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白色短裤是广东小将林强邦，黑色短裤则是香港泰拳王刘伟卓。身高臂展占优的刘伟卓一上来就拿着拳头猛攻对手的内围。反观小将林强邦，既然被称为是下一个坦克邱建良，那他自然也不是泥捏的。随即连续的步伐压制，再加上凶猛有力的拳脚组合，直接就将香港泰拳王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小将只是年龄比较小，但又不是一个傻子，自己好不容易拿到的17连胜，岂能轻易就被对手中断？从他坚持登上擂台，就足以看出小将对这场比赛有着十足的信心。林强邦这个选手出身于昆仑决的新秀赛，果然这年轻小将的这个荷尔蒙是多哈。是。我们看到刘伟绰的面部是不是因为刚扫，刚才是有一个击打出血啊？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医务高扫上头之后啊，还是有打中手臂，手臂磕到面门的2次击打。这个选手林强邦一脚就直接将香港泰拳王的眉弓打了一道口子，而经过简单的伤势处理后，比赛继续。一上来林强邦没有过多犹豫，就再一次被刘伟卓发起猛打猛冲，连续的拳脚组合也是一时间让对手有些难以招架。不过刘伟卓毕竟是在泰国打了几年的比赛，所以自身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。面对小将的火力覆盖，他不仅能顽强抗衡，甚至还能在防守的同时打出防守反击和防守还击。奈何小将实在过于勇猛，3下5除2就再一次将对手打趴在地。我们看到林强邦这个力量感也不错啊。对，虽然有这种年轻小将这种冲劲儿不太足够细致。2段踢腾空，漂亮！又是连续命中。刘伟绰现在应该要把距离拉开啊。对，因为自己有身高臂长这样一个优势。对，现在视线可能也会受影响。林强邦这个拳路很立体啊。从林强邦这攻势来看，貌似根本就没有打满3个回合的打算，犀利的拳脚组合也是完全不给对手一点喘息的机会和反应的时间。反观被打得满脸是血的刘伟卓也没有放弃抵抗，不过他打出的拳头在林强邦的对比下没有一点杀伤力，不得不说小将实在是太勇猛了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位香港拳王过于抗揍，说不定早就已经躺尸擂台了。然而身体上受到的伤害只有他自己知道，就算刘伟卓再怎么顽强挨到的拳头也是真真实实存在的。距离啊，对啊，他应该把林强邦给控制去打中远。刘伟绰在非常近的距离还尝试出拳，但是你胳膊那么长，你发不了力啊。对，非常的顽强啊，对这个刘伟绰。腾空一个飞膝。漂亮！我们看到林强邦多次的尝试用这种近身的上勾拳啊，运用的很熟练啊。对。没有还手之力的刘伟卓暂且只能通过搂抱来缓解对手的攻势。比赛才刚开始，他已经被打成了这副熊样，那接下来就算咬牙艰难也难逃躺尸的命运。反观林强邦，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不是在进攻，就是在进攻的路上。面对这位比自己大9岁的拳坛老将，不仅丝毫不怂，还用拳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不过就算他打出的拳头很密集很精准，也很难对对手造成致命性的伤害。而刘伟卓貌似已经有点体能不支了，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劣势恐怕只会越来越明显。
好，第2局开始。刘伟科可能是有点缓和进来了。对，他打这个距离是他应该打的。对，你这样的话，你力量发足了以后，林强邦是进不到这个反击距离的。是。看出林强邦这个小伙子这个身体的本力也很足啊，把对方拎起来扔在地上了。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林强邦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比赛的节奏。经过首回合的试探，两人也对彼此的打法战术有了一定的了解。但即使小将已经胜券在握了，也完全没有放松丝毫警惕，甚至擂台上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还在逐步增加。奈何刘伟卓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征战擂台多年的老将，施展的动作招式还是他更加成熟老练一些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向后拉扯或者主动搂抱。但这些对于打拼型选手的林强邦来说造不成一点威胁，无论对手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，都完全不能阻止他猛攻的步伐。违法的力道还是有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知道在香港他们的起步基本上全部都是泰拳，对，泰系的纯泰系的这种。你看两人换腿的时候但是拳的距离一旦进入中近的这种弧线拳，刘伟绰就完全是林强邦的空间了。刘伟绰的拳法他连角度都打不出来了。对，漂亮拳腿组合迎击。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刘伟卓应该是已经见到天上的太奶了，看他这满脸是血的样子，就知道遭受到了怎样的毒打。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，那他的噩梦就还没有结束。然而不甘心的刘伟卓居然还敢跃跃欲试的想要发起主动进攻，先不说他拳头能不能打准，就在这种状态下，就算能施展精准打击，那对林强邦来说就像挠痒痒一番。反观林强邦只要发起进攻，那么必定是拳拳到肉的火力覆盖。而对手之所以没有倒下去，并不是他的力度不够重，实在是因为练习多年泰拳的香港泰拳王太抗揍了。也是相对完善，包括饮食健康饮食训练是配备了3个教练，欧系的2个，泰系的1个，这样就能够吸取众家之长嘛。对。但是这个刘伟绰的抗击打能力确实也很强啊。对。这种，而且这时候我看，一方面呢是脸上确实有血，第二方面确实是这个刘伟绰也是瞪红了这眼也很吓人的。处于连胜之中的林强邦岂会轻易就将胜利拱手让人？而连续的拼拳换脚，貌似让两人的体能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。林强邦也从刚开始的大举进攻转变为杀伤力更足的精准打击，尽量在抢夺有效点数的同时还能压制对手。不过作为拳坛老将的刘伟卓，即使已经沦为了抗揍的人肉沙袋，也没有选手主动放弃比赛。从这不抛弃不放弃的体育精神来看，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称职的职业选手。但在擂台上却是用实力说话的地方，就算内心再怎么不服输，也必须要承认后浪的拳头更强。刘伟绰是不是加强一下这种吸法和中近距离的这种，或者中远距离的这种主动的吸法进攻可能会好，因为对付林强邦比他个子矮。这种扫踢其实踢在手臂上也是很疼的。在这样的攻势下，刘伟卓能撑到第3回合属实不容易。从比赛开始到现在，他挨到的拳头没有100也有80，但每次都能凭借顽强的意志坚持继续比赛。只要林强邦没有将他打倒，那他就绝对不会主动放弃。从打法战术上可能是刘伟卓更胜一筹，但他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上，林强邦却能直接甩他10条街。比赛到这里，谁强谁弱，相信大家也都心知肚明。老将刘伟卓根本就不是小将林强邦的对手。最终林强邦不是以点数获胜，就是以 KO 的方式获胜。总之，刘伟卓如果想要拿下胜利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这么一个选手，对，我相信观众非常喜欢看这样选手的比赛。很聪明，突然变一个高扫。对，但这时候确实限于自己这个身高的一个劣势啊，踢高扫就容易出现这种状况。漂亮，又是高扫。把劣势给加强了，跳起来的高扫。果然是张老师刚刚说到他刘伟卓由于伤势过于严重，被裁判直接终止比赛。毕竟再这么打下去的话，他可能小命都不保了。最终，林强邦成功在第3回合 KO 对手，拿下了比赛的胜利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
大家觉得小将林强帮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